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最近宝可梦圈可以说发生了很多大事儿，首先是小智收服耿鬼，其次小豪的岩兔儿进化后变得不听话了，最后就是新无印刚刚更新的这集，小智第一次挑战冠军锦标赛。这集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冠军锦标赛分为4个阶段，首先是普通球级别的，然后是超级球级别的，再然后是高级球级别，最后就是大师球级别。可以看到最后大师球级别的入围名单只有8个人，而报名人数现在已经达到了1万多人，且还在逐渐增加。小智通过图鉴很快搜寻到了附近同样报名参加这个锦标赛的对手，博士一看发现这竟然是枯叶市的代理道馆馆主毕斯可斯。小智难得这次不失忆，记得枯叶市的道馆馆主不是马之士吗？博士解释道，他正在为了将电属性练到巅峰造极，正在修炼当中。随后小智就前往枯叶市道馆馆主那儿挑战去了。本来小豪是陪同一起的，但是中途看到了一只野生的猎雀，便追了上去。于是小智一个人来到了馆主这里。可以看到这个叫毕斯可斯的道馆馆主还是很牛逼的，一来就直接秒杀了一个前来挑战的训练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雷丘使用的这招不正是皮卡丘很久没用的福特攻击吗？看到这一招还有点怀念呢。小智到达后和毕斯可斯碰面，当小智自报家门后，毕斯可斯有点惊讶，你就是真心镇的小智？显然一副知道的口吻。原来马世志在将道馆交给他时曾经提到过小智和皮卡丘的故事，而有趣的是他的雷丘也是马之士培育的，不过应该不是20年前跟小智对决的那只。小豪抓到猎雀和小智会合后，比赛也就开始了，一来就是皮神对战雷丘的大场面，双方的绝招你来我往，一时不分上下。后来皮神在劣势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使出铁尾，本来差点就要命中雷丘了，可没想到雷丘及时使用了反射臂，见此小智让皮神不要勉强了，反而派出刚刚收服的耿鬼。耿鬼上来就牛逼了呀，3下5除2就秒掉了雷丘，不过这里面绝对有一部分皮神的功劳。之后比斯可斯就派出了他的王牌顽皮蛋，顽皮蛋一来就使用大招电磁漂浮，改变了一部分馆内的地形，然后借助这些漂浮的石头连续使用滚动技能命中耿鬼，最后又以一招10万伏特让耿鬼失去战斗能力，可见这只顽皮蛋真的厉害。接下来小智就只剩下皮神了，这只顽皮蛋滚动技能用的贼溜，纵使皮卡丘反应快，但还是不幸被打中了。接下来又是一系列的连招，眼看就要输了，小智让皮神使出铁尾，作用在滚动中的顽皮蛋上，顽皮蛋最终才停止了滚动，然后皮神又向我们表演了一番马戏团的节目，让顽皮蛋彻底崩溃，最后一招铁尾稳稳的命中了。然后这时候顽皮蛋却发动了特性引爆，这可危险了，不过还好皮神及时用电网保护了自己，果然是万能的电网呢。最后关于小豪的岩兔儿进化后性格确实有了些变化，那就是变得傲娇了呢，不过不能算是不听话。我是惠子，咱们下期见。